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，今天要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脆皮烤鸡。烤鸡鲜嫩多汁，看了口水就流满地。除了烤鸡之外，还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利用蒸炉一次蒸多种蔬菜，一锅饭，节省烹调的时间。准备一只全鸡，分量大概3台斤，记得里里外外都要清洗干净哦。鸡脚的部分呢，请摊商帮你去掉，保留一小节，这样烤的时候比较不会缩。鸡脖子的部分请先保留住，等一下呢会比较好操作。我们在鸡的身上抹上一些盐巴，让鸡肉先脱水，可以提升肉的鲜味。翅膀的地方呢，稍微的按摩一下，每个地方都要均匀的抹一抹。肚子里面也要撒上一些盐巴，用手均匀的抹一抹。每个地方都均匀的抹了之后，先拿起来放一旁静置一下。这时候呢，来准备腌料的部分。主要腌料有味噌跟豆腐乳。我准备2种不同的豆腐乳，我用的是白味噌，手边有任何味噌都可以。左边这个是酒酿豆腐乳，右边这个是红曲豆腐乳，2种味道都很好。如果只想要买1罐，那就选择1种来做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些腌料通通的混合在一起。这个酱料比较稠一点，可以用打蛋器来搅拌开来。现在呢，来切一点姜片，然后大概3株的青葱，像这样把葱打一个结。这时候呢，把静置好的鸡肉拿过来，用一张厨房纸巾把多余的水分擦拭掉。脖子这边呢有一个开口，要先用牙签缝起来，避免等一下填料的时候呢会露出来。然后把刚刚调好的酱料通通的塞到鸡的肚子里，用手抹一抹，把酱料均匀的涂抹在鸡肉上。这时候呢，把这些姜片塞到鸡的肚子里，还有这些葱也放进来。现在再把尾椎的开口用牙签缝紧，这边一定要缝紧，不然等一下料都跑出来咯。腌料还有一些，可以把它涂抹在鸡皮上，这样等一下烤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。鸡翅的地方呢，也要涂一下，身体的地方也要涂抹均匀，这样颜色才会一致。鸡头的部分可以用纱布包裹起来，这样等一下穿烫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好掌握。我们就这样先放着静置30分钟。现在煮一锅热水来穿烫鸡肉，先把火关掉。小心慢慢的把鸡肉放到水里，来来回回烫个几下。也顺便把鸡肉表皮的腌料洗干净，然后再把鸡放到冰水里面来降温，就像帮它洗澡一样，把表皮洗干净。你可以把鸡放在网架上，鸡胸朝上，让鸡肉的表面进行风干。风干的时候可以开冷气来吹，大概吹30分钟左右。这时候呢，准备一下脆皮水，白醋210克，红醋70克，还有麦芽糖30克。
加入几片的柠檬，可以增香去腥。没有准备的话也没有关系。把白醋跟红醋都放到锅子里面来，然后加入1大匙的酒。麦芽糖很黏，你可以连着汤匙一起放到锅子里，开中小火慢慢的煮。麦芽糖遇到热就会慢慢的溶解了，这个脆皮水煮滚就可以关火咯。接着把这些柠檬片放进来，现在趁热把这个脆皮水均匀的淋在鸡皮上，另外一面记得也要淋上脆皮水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烤蒸面，所以这边可以多淋上一点。像这样继续的风干1个小时。如果不嫌麻烦的话，可以再准备一个粉浆，这个粉浆可以让鸡皮再脆一点，保护鸡肉的水分。充分的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等到鸡皮表面已经风干后，就可以继续的刷上脆皮粉浆。脆皮粉浆越厚，烤出来的脆皮也就越厚。背面这边记得也要涂抹一下。如果不刷粉浆，烤出来的会是这个样子。冷掉之后呢，皮会有点回缩，两种都很好吃，就看自己喜欢咯。风干的时间大概3个小时，直到粉浆的颜色越来越透明。等到鸡的表面干了，就可以来烤鸡咯。你可以在烤之前呢喷上一点油，烤的时候记得鸡胸要朝上，这样来烤。鸡翅因为肉比较少，比较容易烤焦，可以用一张铝箔纸把鸡翅先包裹起来。这时候拿出3点探针来准确测量鸡的温度。你可以把探针插在鸡胸上，或者是鸡腿最后的位置。我比较在意鸡腿有没有熟，所以我插在鸡腿这边。经过3点探针测量温度，很容易就可以知道烤鸡的中心温度了。现在用4D 热风的模式设定200度烘烤，开启快速加热，然后按下启动。等预热好之后呢，再把鸡肉放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来进行烘烤。然后把探针插在主鸡的插孔里，中心温度设定在72度。透过3点探针的测量，也就不需要担心烤鸡要烤多久才会熟了。如果没有探针，也可以买专用的温度计来测量。现在已经烤20分钟了，差不多可以把温度下降。这时候呢，调整到170度来继续烘烤。我们可以趁烤鸡的时候呢，来准备一下蒸蔬菜的部分。我今天准备了10种不同的蔬菜。经常外食的人呢，很容易蔬菜摄取不足，只有在家里自己烹调，才能够随心所欲的煮。这边我准备了3种不同的根茎类蔬菜，这里也有3种不同的绿色蔬菜。这个是我事前清洗好的花椰菜。其实这些蔬菜你都可以前一天准备好，放在保鲜盒里面，隔天取用就很方便了。丝瓜蛤蜊汤的话呢，也可以一起放进去蒸哦。大概1条丝瓜，半斤的蛤蜊，一点胡椒粉，一点姜丝，水跟酒放进来就完成了。这里呢有一些玉米笋跟金针菇，你可以利用蒸炉来煮一锅饭，非常的方便哦。像这样，你先浸泡30分钟，用1:1.1的比例来蒸煮。好，现在烤鸡已经烤40分钟了。50分钟的时候呢，大概鸡肉中心温度会到达60度。60分钟的时候，鸡肉已经到达70度了。我们提早2度取出烤鸡，因为烤鸡取出来之后还会再续热。先拿掉探针。哇，现在烤鸡看起来超好吃的，皮酥酥脆脆，就像炸的一样。
这时候呢，先把烤鸡取出来静置一下，大概这样静置5分钟左右。一般人用完烤鸡最担心的就是清洁的部分。Bosch 蒸烤炉有内建自清的功能，按下启动键就可以自动清洁咯。等到烤箱稍微的降温之后，把这锅饭先放进来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继续蒸蔬菜，添加蒸汽的功能，蒸煮，然后按下启动。蒸炉会先预热到100度，等预热好之后呢，再把丝瓜蛤蜊放进来。第二层放地瓜跟茭白笋，时间设定20分钟左右。再来就是绿色蔬菜的部分，稍微的调味一下就很好吃了。等20分钟结束后，这时候再把绿色蔬菜放进来一起蒸。饭差不多好了，先盖上锅盖让它焖一下，然后把这些绿色蔬菜放在第3层的位置，大概再蒸7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的10道蔬菜都煮好了，可以同时出炉咯。哇，蔬菜看起来好新鲜的样子，颜色也很漂亮。蒸蔬菜不仅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，也能够保留更多食物的原味。丝瓜蛤蜊汤看起来也很清爽。原本一餐可能只会煮2样蔬菜，像这样烹调呢，就可以大幅的提升摄取蔬菜的种类，而且就算冷着吃也很好吃哦。然后饭也一起煮好了，先送一下饭。蒸炉使用完之后，用抹布或者海绵把多余的水吸掉，然后按下清洁，选烘干就可以了。这些蔬菜呢，稍微的摆盘一下，整个高级感就出来了，而且颜色非常的鲜艳，看了心情就很好。现在烤鸡差不多静置好了，先帮鸡腿包上铝箔纸。这一批烤鸡你也可以很豪迈的用手扒鸡的方式来吃，也可以优雅的放在盘子上来享用。手扒的方式来吃呢，完全可以吮指回味。哇，一切开汁都流出来了，真想马上拿起来啃。鸡胸肉这边熟度也刚刚好，非常的好吃。不想要吃得太狼狈，我们也可以搭配蒸蔬菜一起享用。放上刚刚蒸好的热饭，用一点蚝油、水跟辣椒，调一点酱汁，淋在饭上，然后再把我们的鸡腿放上来。非常好吃又营养的脆皮鸡腿饭就完成啦！像是吃脆皮烤鸡呢，通常都会搭配炸薯条，不过我觉得现在人都喜欢健康一点，搭配蒸马铃薯跟紫地瓜都是很好的配菜哦。当然搭配啤酒是少不了的啦。哇，这么大的鸡腿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吃才好。好吧，那就豪迈的咬下去。太好吃了，汁流的我满嘴都是。炸鸡配上白饭，多么有真实感啊！蔬菜非常的爽脆可口。而且这样蒸出来的蔬菜可以吃到蔬菜本身的鲜甜，非常的好吃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